林少，林少，这次人家要在上面。真骚啊，宝贝儿。看什么看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不知道我女朋友背着我跟别的男人。哼，为什么？6年，6年，整整6年，我放弃学去打工，我供你读书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因为你无权，因为你无视，因为你这个废物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。但林少可以。林少是全市最年轻的鉴宝专家，身价上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要不是今天，我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。很简单呀，因为林少喜欢人妻啊。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东西还给你，还说是什么传家宝？我呸！要不是林少告诉我这是高仿的，我还真信了你的鬼话。好了，宝贝儿，我们换个地方玩。要弄死你！为什么会这样？认主成功，探查之眼已激活。真皮高定沙发，2020年出厂，市场价值10万元。我的眼睛，6爷、林野，对我的欺辱，我李默一定100倍奉还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我这可都是宝贝。有什么看得上？老板，这个是哪个朝代的？这个宝贝可是西周的。我看是西周泡出来的包浆吧。要真有西周的宝贝，还用得着在这儿摆摊？摆摊怎么了？古玩行里多少宝贝都是地摊里淘来的，说不定就能捡漏，赚个几百万呢。能捡漏？你不早发达了吗？我这不还没发现漏吗？哎，小哥哥，你也喜欢古玩啊？看看有啥喜欢的，我便宜卖你。这个古币怎么卖的？我提前说好，我就喜欢这种款式的，想买回去当个挂饰。你要是卖的太贵，我可不要啊。今天是一个宝贝都没卖出去，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客人。小哥哥你真有眼光，这可是明代的古币，我看你喜欢，我就忍痛割爱，卖你500。行，500啊，你说的。过去了啊。到账500万元。这古币比正常的明代古币大了1圈，这一看就是仿品。我50收的卖你500，你还以为捡到便宜了？小哥，在地摊上花个500买个赝品可不值啊，顶多就值几十块。没事，卖的也不是很贵。我就是看她年纪轻轻的，还是个姑娘，她出来摆摊不容易，就当照顾生意了。原来他是心疼我摆摊不容易啊，好暖心啊。不行，小哥哥，我不能赚你这个钱，我现在就把钱退给你。不用，我就喜欢这枚古币。小哥哥，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惨的，我家可有钱了，我只不过喜欢古玩，所以偶尔摆摊卖着玩的。不用，真不用，退你，退你，别，退你！
不是，真不用你退钱，我就愿意出500。小哥哥，你人真好。这可是价值10万的古代币，别说500，就是5000买的也值。你好，这古币卖吗？我出10万。什么？国内顶级美女鉴宝师楚寒玉，她怎么来了？难道这真是个宝贝？10万出不出啊？我可以立马转账。刚花500捡漏，就有人要花10万，这古玩果然赚钱快。出啊，我出。等等，你真要花10万买这个？这比明朝的正常的永乐通宝古币大了一圈，这肯定是个仿品。它是比永乐通宝大了一圈，是因为它是折3大钱，明代货币的试铸品，留存下来的很少，所以你不知道也正常。你也懂鉴宝啊？略懂，略懂。这折3大钱，资深的鉴宝师都不一定听说过，他能当场认出，这鉴宝实力肯定不凡。这鉴宝圈有头有脸的，我都听说过，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？收到了，有钱的感觉真好。500买入10万出，这捡漏真是爽啊！我捡漏了你的宝贝，你不生气啊？10万对我而言根本就不值得一提，能亲眼看到捡漏，这钱花的值啊！更何况古玩圈的规矩我懂，买定离手嘛。哎，小哥哥，你看我这摊你还有啥想买的不？这次就算了吧，要不咱俩加个微信。你以后收了新宝贝，你记得给我发消息啊。你就是为了宝贝啊？哼，我还以为你加我微信是准备追求我呢。哎，我看你也挺懂鉴宝的，不如我请你吃个饭，我们交流交流经验。刚刚就这么一会儿赚了10万，这要是去古玩街捡漏，不知道得赚多少，还是赚钱要紧。那个，算了吧，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，下次一定啊。你居然拒绝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古玩圈的顶级鉴宝师楚寒玉，鉴宝圈的金字招牌。他鉴宝可从未出过错，国内多少藏家挤破了头皮要请他吃饭，你倒好，直接拒绝了。他居然这么厉害啊！果然很厉害。这刚好啊，跟他打听鉴宝的事儿，这样捡漏也方便。其实我那个事儿不是很着急。刚好我刚才也赚钱了，要不我请你吧。你们吃饭带我一个吧。我也想长长经验。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这摊儿不是……小姐好。我这就纯碰见大小姐出来摆摊，体验生活了。走吧。小姐好。走。李默，鉴宝这行我从业10几年，说实话，真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，既要有天生的敏感度，又要靠日复一日的摸宝贝、辨真伪来积累经验。不是韩玉姐，我不是想跟你学什么鉴宝技巧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现在鉴宝圈里卖什么最值钱？还有，我去哪能淘到好宝贝？再就是我手里有宝贝了，我应该去哪卖？你和顶级鉴宝师交流，不讨论经验技巧，却在这儿打听赚钱方式，
你真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。你倒是实在。这鉴宝圈赚钱的门道，最常见的是收二手藏品，低价收真品，加价卖给藏家赚差价，再就是赌石，但风险极大，还有帮人鉴定估值，收服务费。就是说捡漏宝贝跟赌石这2种赚钱最快是吧？想必你对自己的鉴宝能力很有自信啊。那你师傅也很厉害吧？我没有师傅。没有师傅？难不成你的鉴宝能力是自学的？差不多吧。总不能告诉他我觉醒了一双探查万物的眼睛吧？李默，你好厉害啊！你能带我一起去捡漏吗？我也想体验一下捡漏的快乐。行啊。你真好。吃饭。自学就能有这般本事，这李默以后绝对是轰动整个鉴宝圈的人，一定要和他搭上关系。优质美乐珠，价值80万元。我操，美乐珠！我居然在螺肉里吃出了价值80万的美乐珠！这真是美乐珠！我从业这么久，也只在拍卖行见过2次，你竟然随便吃个饭就能开出来，这概率简直比中彩票还低啊！哇塞，李默，你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这个美乐珠你卖不卖？我出80万。韩玉姐，你要是喜欢，送你就行了。这怎么行？这可是80万，我不能收。这就当感谢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鉴宝圈的门道。再说了，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啊。行，你这个朋友啊，我交了。以后在鉴宝圈有任何事儿都可以找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。好。吃饭。自从觉醒了探查之眼，赚钱对我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凭这双眼睛，我定能赚下远超林野的财富，创下自己的商业版图。那个，你们先吃，我去趟洗手间啊。林少，这柳劲松好大的架子，竟然让你在这儿等他。这柳大师可是古玩界的泰斗级人物，就连我爸都得敬他3分。一会儿说话你给我客气点。这么厉害啊！那今天要能成功拜师柳大师的话，是不是就更厉害了？有柳大师做靠山，那是人都得高看我2眼。这样啊，那今天拜师能成功吗？放心，我已经铺好了路，而且柳大师酷爱古籍，这宋刻本《汉书残卷》《金瓶梅》这宋刻本《汉书残卷》是我特意从藏家手里高价收来的，只要他一高兴，拜师的事就稳了。林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幸亏我聪明，及时踹掉李默，只有林少这样的人才配做我柳烟的男人。行了，柳大师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他。李默，你竟然跟踪我！哎呦我操！我说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再这样死缠烂打，我只会对你越来越厌烦。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你别跟我说你来这是为了吃饭的。不行啊，只能你吃不能我吃啊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6星级米其林餐厅，多少达官显贵想约都约不到，就你也配啊？林少，别跟他废话，找保安把他轰出去。这种人多看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保安呢？什么人都放进来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柳大师，柳大师，您大驾光临，我有失远迎。这种无关人等，咱不用理会，咱们还是进包厢吃饭吧。
这是宋代古籍啊，刘大师，这是我特意寻来的宋刻本《汉书残卷》，上面还有钱谦益和毛晋的金印，特意孝敬您的。哦，呀，宋刻本《汉书残卷仿品》，价值1000。林野居然拿了一件仿品给柳大师，看来这鉴宝大师也不怎么样。早就敬佩柳大师的鉴宝能力，今日恳请大师收我为徒，我定当潜心求教。有心了。那老夫就决定正式收你为徒了。怎么回事？柳大师竟也没发现这是仿品？堂堂鉴宝界大师也不过如此，连一件宋代的仿品都分辨不出来。你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柳大师都说这本残卷是真品，岂容你智慧？李默，没想到你竟然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竟敢在这捣乱。这本残卷可是我花了1000万从藏家手里收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而且就凭你也敢诬陷我，看来是上次打你打轻了。敢问您是哪家的弟子啊？什么弟子不弟子的？他连高中都没毕业，就是个擦玻璃的。一个连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的人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！柳大师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找保安把他轰出去。这是你逼我的。柳大师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刘大师，您不用听他胡说，他连古董都没见过几件，怎么可能会懂鉴宝呢？让他说，你今天要不说出一个实打实的破绽，那老夫就叫你知道胡乱说话的后果。首先这字迹就不对，宋刻的收锋凌厉，但这上面却是顿笔拖沓。再看纸更不对，宋代麻纸连纹细腻，绵软有韧性，而这上面连纹杂乱，一看就是现代仿麻纸。听你这番话，你也懂鉴宝？不是柳大师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臭擦玻璃的，怎么可能会懂鉴宝啊？没错，他肯定是刚问 AI 软件随口胡说的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胡编乱造的，那待会儿顶级鉴宝师楚寒玉来了，你们总该信吧？楚寒玉？哎，你能不能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啊？楚寒玉那种顶级鉴宝大师，你怎么可能认识？痴人说梦啊，在这。你刚才不是挺好奇我为什么在这儿吗？我还真就告诉你，跟我吃饭的就是楚。真是疯了，那可是上过电视的明星人物，你也配认识他？我看你啊，你来一趟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越这样，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。你在说谁恶心？李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认识他？李默是我的朋友。什么？楚大师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你朋友？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我跟什么人交朋友，轮得到你多嘴？韩玉姐，我看出这个古籍是个仿品，他们不信我，非说我是胡说八道，我只能请你过来看了。楚大师，这本残卷是我花了1000万从藏家手里收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这个古籍是假的，宋刻的字迹收锋凌厉，而这上面的却是顿笔拖沓。再看这纸也不对，连纹杂乱，一看就是现代仿麻纸。林家以前好歹也是有名的鉴宝世家，没想到这一辈连个古籍的真假都分辨不出，看来啊是废了。废了，竟然和这小子说的一模一样。这古籍能骗过柳大师这种数一数二的古玩大佬，李默居然也能轻易的看出来是假的，他的鉴宝能力果然深不可测。楚大师鉴宝从来没有出错，楚大师说是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你们竟然拿假货来糊弄老夫，真当老夫老眼会花了吗？柳大师，我们也不是故意拿假货蒙您的呀。是，多说无益，拜师的事儿还是作罢。哎，柳大师，等会儿，你急什么？刚才你们俩冤枉我，污蔑我还诋毁我，给我道歉。你毁了我的拜师礼，我没找你算账，你让我给你道歉。李默，你仗着认识楚大师，就当鼻子上脸，
哦，刚刚那些鉴定的话术，就是他教你的吧？哦，我说你这破送外卖的，怎么突然成鉴宝大师了？原来是有人帮你作假呀！你别以为你当了楚大师的小白脸，就可以争得过林野了。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加厌烦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跟李默就是朋友。楚寒月，当年有人花1个亿要请你吃饭，你都拒绝了。现在你不仅跟他吃饭，还一个电话就被他叫出来鉴宝，你俩是朋友，谁信呢？你没错，非亲非故的，不是小白脸还能是什么？小子，别以为傍上楚寒玉就有资格跟我作对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只配烂在底层。我们走。林野，你狂什么？不过是投胎投得好罢了。你所谓的鉴宝大师的称号，在我探查之眼面前就是纸老虎。你对我这些羞辱，我迟早能让你百倍偿还。我就说你和韩玉姐怎么半天不回来？这个林野也太过分了，自己买了赝品古籍，还要怪李梦毁了他的拜师礼。我听说李野这人十分记仇，还仗势欺人。李默，你可要千万小心他找你麻烦呀。放心吧，韩玉姐，我应付得来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王经理，小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把林家拉入黑名单，以后永远不能进店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啊？你是这家米其林6星餐厅的老板？不止呢，他可是苏家的千金，靠着古玩玉石起家，名下产业遍布。这餐厅啊，不算什么。我去，豪门千金竟然喜欢摆地摊玩，这有钱人的爱好真独特。韩玉姐，你居然知道我？我去。我有点事，得先走了。李默，虽然你现在还没有什么名气，但我相信你的鉴宝实力远在柳劲松之上。我等你名扬鉴宝圈的那一天。谢谢你这么相信我。那慢走啊，韩月。能让楚寒玉这么称赞，将来肯定不是普通人，长得又很合我眼缘，我一定要趁早把他拿下。李默小哥哥，你考虑入赘吗？什么？今天只有塵路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你有。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。李默，李默，我有钱，你有本事，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跟柳岩那个拜金女分了正好，入赘到我苏家，给我当老公怎么样？什么？我不当赘婿，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。我的这双眼睛不仅能探查万物，我还能透视。我要靠自己成家立业，走上人生巅峰。你就吹吧你，还透视。哎呀，我真没骗你。你今天穿的是蕾丝内衣，还真是蕾丝内衣，神了你！我跟你说啊，不止呢，我还能一眼就看见它的价值。我去，你这条蕾丝文胸居然值10万块钱啊！都够我打杂工1年挣的钱了。那你就入赘到我们苏家，苏家的钱随便你花。得了吧。来，
你再看看我这条内裤，值多少钱？看就看。你这条内裤怎么有根黑？你怎么倒下了？你夹住哪儿啊？这时候不是应该我先倒下，然后你公主爸把我抱回家的吗？要不然，你回我家吧。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吧？你不说话，我当你同意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俩都睡在一张床上了，这么老套的台词就别说了吧。我们昨晚是不是？你不会？你都醉成那样了，你想干嘛？哎，你是不是真能探查万物和透视啊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的这双眼睛不仅能探查万物，我还能透视。你是不是真能透视啊？假的，我怎么可能会透视呢？因为这是拍短剧啊，我逗你玩的。我也觉得，你要是真能探查万物和透视，那你不就成了古玩圈里的神了吗？对啊。哎，你之前不是说要带我去捡漏吗？咱们现在就去。好啊。哎，你看你穿的什么呀？哇塞，真帅！果然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我们走吧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捡漏的关键就是低买高卖。你一会儿看我眼神行事。没问题。明代宋旭的万山秋色图，价值300万。我去，还真有宝贝。走。老板，你这幅画怎么卖的？哎呦，小伙子有眼光，这幅画可是宋代的，便宜点，5万卖给你。这把明代的说成宋代的，感情这大爷自己卖的啥都不知道。刷卡还是现金？哎，等会儿，你这把你钱当欢乐豆用，欢乐豆也不能这么造。看我，老板，最多50。50？不行，说好5万就5万，这可是宋代的画啊！你再好好说这是什么朝代的？我们就是看你面善才来你摊上的，你这坑人就有点不厚道了。原来是个懂货的。哎呀，50太低，再加点。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家就是刚装修完，我想买幅画回去装饰装饰。你这样，最多200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啊。哎，行，200就200。哎，你扫码吧。你说的啊。啊，过去了啊。行，拿好啊。这幅画是我从山上捡的，没想到这傻子竟然出200块钱来买它。希望今天的傻子多来点。捡到漏了，3万。哎，30万。300。明代宋旭的万里千山图，价值300万。300万，捡漏原来这么容易？那当然了。走，接着捡漏，接着赚。明代白玉摇尾龙佩，价值200万。明永乐青花莲瓣纹鸡心杯，价值600万。清乾隆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，2600万。经济云宁青花砚，唐代妙法莲华经，价值600万。这些宝贝
加起来得有4000多万了，得找个地方变现一下。去聚宝斋，古玩圈的龙头老大，实力强，价格给的也公道，关键还是我家的。聚宝斋？哪来的臭乞丐？背着麻袋赶紧滚！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平时就这么待客吗？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。我们老板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混账！聚宝斋是苏家名下产业，你吃了雄心豹子的，敢对苏小姐不敬，还不赶快滚下去！是。小姐，店里新到了一批宝贝，我邀请了楚寒玉楚大师在里边鉴定呢，这才有试眼营。李默，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还挺奇特的嘛。怎么样，帅不帅？我刚设计的，逗你玩呢。这些啊，全是我从地摊上捡漏来的宝贝，我刚准备拿过来卖。地摊捡漏？不过我倒是第一次见有人拿麻袋装宝贝的。看起来这么寒碜，怎么可能有宝贝？还是从地摊上买的，估计都是赝品。古玩圈顶级鉴宝师比大熊猫还稀缺，李默这样的鉴宝大师可不能错过。文坤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他手里有些宝贝想要出，你就按市场价正常收。另外，我想邀请他成为我们聚宝斋的特约鉴宝师，你去起草份合同。什么？不行，我在鉴宝圈都没听说过他这号人物，怎么能让他当我们的特邀鉴宝师啊？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鉴宝师他不是虚名，是要有鉴宝能力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邀请他成为我们的特约鉴宝师。咱们聚宝斋是行业龙头，能成为咱们聚宝斋的特邀鉴宝师，那都是名震圈内的顶级鉴宝师。就比如楚寒玉楚大师，万一他鉴宝能力不行，分辨不出真伪，这砸的是咱们聚宝斋的招牌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确定过，他的能力担得起特约鉴宝师的名头。李默的鉴宝实力我也见识过，确实不凡。那也不行，让一个新人当特邀鉴宝师，这风险太大了。行，那个你们先别吵。王店长，那我请问一下，如何才能成为您聚宝斋的顶级鉴宝师啊？当然是证明你的鉴宝能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要么你能辨别真假，要么你能发现宝贝。总之，你需要证明你的鉴宝能力。按您这么说，我确实可以胜任。你口气真大。哎呀，这竟然是青乾隆、青花釉里红、云龙文天球瓶啊！这是明永乐青花莲半纹鸡心杯。怎么样？我现在是不是有资格成为那个特邀鉴宝师了？这都是你搜集到的？有我作证，那还能有假呀？既然如此，那我没意见了。我现在去草拟合同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吧，还是喜欢刚刚你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现在去草拟合同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古玩界冒出一个喜欢捡漏的新人，眼力惊人呢。我听说啊，他把咱们整个古玩街都捡漏个遍了，每次花几百块钱，转身去聚宝斋能卖几百万呢。听说还被鉴宝阁聘为特邀鉴宝师啊！看来古玩圈要冒出一个惊世绝才了。真有这么神？不会是故意炒作的吧？不是炒作，我专门去问了聚宝斋的王老板，听说这位新人的鉴宝能力恐怖如斯，堪比顶级鉴宝师楚寒玉。楚寒玉，楚寒玉他可是3岁任狱，5岁变真假，算在鉴宝圈里长大的。一个刚杀出来的新人，怎么可能跟楚寒玉一样厉害？不过他要真这么厉害，倒是可以拉拢他过来，对我们林家的生意也有好处。要是假的，林少你就可以当场拆穿他，这样你就可以踩着他了，名声就可以更响了。走，我们去聚宝斋会会那位天才。哎，林少，我们不是要去玉石街吗？不是说撵过来了一批好料子吗？天才啊！那我的翡翠镯子岂不是泡汤了？
李先生，你卖鼻烟壶的钱已经转过去了，我们老板说这儿有件宝贝拿不准，想请您看一下。行，我就在这儿等他，你让他来吧。好的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聚宝斋除了卖宝还能干什么？一个擦玻璃的能有什么宝贝啊？那你别管，地摊捡漏捡来的不行。地摊捡漏？你不会就是那个鉴宝实力恐怖的新人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几斤几两，我最清楚了。你不会是来这聚宝斋当学徒打杂的吧？哎，李默，这鉴宝呢是需要天赋的哦。你傍上的那个楚寒玉是吧？但是这鉴宝能力也不是因为睡一觉就能转移到你身上。你要想进这鉴宝圈啊，你不配。林少，我看他呀就是贼心不死，就想跟你争啊。我跟你说，就算再过个20年，你也比不过林野的一根手指头。谁？就他一个连宋课本的真假都分辨不出来的货色，我跟他有什么好争的？李默，你找死是吧？啊，老师，久等了。林少，先办正事，别让王老板看笑话。今天算你运气好啊，你等着。哎呀，王老板，老实二字不敢当，我们也就是刚到。你们有事吗？王老板，其实我们来啊，就是想向你打听一下，听说鉴宝圈有一个新的鉴宝达人，实力很恐怖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？不错，眼光毒辣才能捡漏，而且这位已经是我们聚宝斋的特邀鉴宝师了。哎呀，那王老板能不能给我们引荐一下？我们想跟他交个朋友。原来真是冲我来的！你们眼里的废物，如今成为了聚宝斋的特邀鉴宝师，你们会是什么表情？他就在店里，你们今天就能见到。在店里？除了李默那个废物，这店里也没别人了呀。你说的不会是他吧？哎，没错，正是本人。啊！你们聚宝斋疯了吧？招他个骗子来做鉴宝师？李默，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？你怎么可能是聚宝斋的特邀鉴宝师啊？我说你俩别觉得吃不了葡萄就说葡萄酸啊！以前说我是废物，说我不懂鉴宝，那怎么我现在成了特邀鉴宝师？有的好像就很失望啊！啊！李默，你为了赢林少，全把自己炒作成鉴宝天才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么不要脸？我还以为真有什么鉴宝天才呢，原来是你这个笑话。李默，装得了一时，装不了一世。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李先生的鉴宝能力可是楚寒玉楚大师认证过的，我们聚宝斋也有目共睹，怎么会是炒作？楚寒玉，那怪不得了，你是楚寒玉养的小白脸儿，那他呀肯定帮着你了。李默，我倒是小看你了，你傍上楚寒玉，让楚寒玉这种顶级鉴宝师帮你作假，野心不小啊。可是这鉴宝实力是做不了假的，我的实力不用你们费心。好，既然你对你自己鉴宝实力这么自信，那你敢当场鉴宝吗？你要是能把这块怀表的来历说出来，老子把它送给你。你要是不敢，那就是怕了。假的真不了。哎呀，要是他说不出来，这鉴宝圈最大的笑话。要是他说不出来，这鉴宝圈最大的笑话。好啊，送上门的古董怀表，哪有不收的道理啊？今天就当先收取点利息。好大的口气呀，李默，你咋那么装啊？没有楚寒玉在场护着你，我肯定能让你原形毕露，沦为身败名裂、人人喊打的垃圾。
19世纪欧洲产的珐琅彩壳铜鎏金怀表，价值180万。 19世纪欧洲产的珐琅彩壳铜鎏金怀表，价值180万，晚清时期达官贵人的随身之物。怎么可能？你居然说对了！李默不是送外卖打杂工的废物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感谢林少送来的大怀表。哎，你作弊！肯定是你用蓝牙耳机跟楚寒玉里应外合，这根本不是你鉴定出来的。肯定是这样。你要是会鉴宝，怎么可能去擦玻璃打杂工啊？肯定就是你那针孔摄像头，还你那蓝牙耳机，就是作弊！我跟你说，我刚就是在听歌而已，你们输不起就直说，找那么多借口。李默，你什么实力我们还不清楚吗？你呀，还是赶紧承认吧。够了，你们两个就是过来捣乱的。我们聚宝斋确信李默先生的实力担得起特邀鉴宝师的职位，让他当聚宝斋鉴宝师，你们眼瞎了！林少，现在谁眼瞎呀？找死啊，李默！放肆！你们两个简直不可理喻，聚宝斋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李默，给我等着！现代工艺品50元，现代工艺品30元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爱捡漏的鉴宝天才？哎，你快看看我这个摊位上有没有宝贝？这个古玩街被我捡漏了遍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宝贝了。没有。哎，老板，除了古玩街，你还知不知道哪儿能淘到宝贝？哎呀，那可不好找。要不你去京市的潘家园看看，或者你有渠道的话，也可以去乡下淘宝嘛。你说的这些感觉都不太好找。哎呀，那当然啦，要是好找的话，那还能叫宝贝吗？哎，小伙子，你玩赌石不玩？隔壁玉石街来了批免锅的老坑原石，好料子不少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赌石给忘了？谢谢老板啊。别人都赌原石，一刀穷一刀富，我有这双探查之眼，绝对不会亏。普通矿场原石价值10元，南齐原石价值500万元。那个是校花唐可心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他家以前可是做珠宝生意的呀，脱赌的富二代，怎么会来玉石街赌石？上点好货行吗？唐小姐，我这儿有块猛料，开过口的，窗口满绿，可是有不少人想要。哇，成色确实不错。普通矿场原石，窗口有翠，价值100元。唐小姐，想要抓点紧，这料子赌涨的概率很大，定价30万。30万？可是我现在手头上只有20万。这样，看在我跟你父亲认识的份上，就收你20万。别看现在定价有点贵，但是这一刀下去，可能就是100万。如果这要是切出帝王绿，那可是上千万。赌石赚钱来的就是这么快。来钱快，输钱也快。高中的时候，唐可心是唯一没笑话我，还愿意帮我的人，我不能看着他被人算计。你谁呀？李默。唐可心，赌石10赌9输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小子，没赌过石吧？
赌石就是今天穷明天富，后天住别墅，高风险才有高回报。谭小姐，这料子你不要，我就卖给别人了，有的是人要。哎，别，我要！你别冲动，这块料子真的不行。你别冲动，这块料子真的不行。你说我这料子不行？你懂个毛线呀！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满翠的镯子都要100-200万，我这料子连个镯子都开不出来吗？我看你有点眼生啊，你不会第一次来赌石街吧？说又怎么样？我说了，你这块料子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我还以为你很厉害，原来是不懂装懂啊！唐小姐，这人该不会是故意坑你的吧？啊？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汤可心，你相信我，这料子真的不能要。你跟我什么关系？凭什么管我？我就是不想你这20万白白打水漂。还有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看我这满窗翠色的成色，明眼人都知道稳赚不赔。好了，解释吧。好嘞。鱼儿上钩了。机器一响，黄金1万两。这能开出来？是能解出好东西了。能解出什么事？梅玉！天哪，居然没有！梅玉，这不亏大发废了吗？可不是，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我妈的医药费怎么办？张三哥，你再借我100万吧，这次我必须要翻牌呀！可以，不过得把之前欠的200万先还了。你不是富二代吗？怎么会借高利贷赌石啊？哥4、1年前就出事了，我爸跳楼自杀了，我妈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躺着，没有钱做手术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家之前是做珠宝的，我就想到了赌石。没想到你还经历了这么多变故。别他妈废话，还钱，要不然给我赔酒。你感动他一下试试。臭小子，你还想英雄救美啊？你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，老子可不是做慈善的，你要不还钱，有的是手段对付你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刚刚应该听你的话不赌了。李默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不就这200万吗？我替他还。就你一个擦玻璃的，发现自己女友给你戴绿帽子的窝囊废，拿什么还？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是你，你也是你老板，不错。谢谢你，李默，但是200万毕竟不是小数目，我知道你家里情况不好，你怎么能拿得出200万呢？其实像唐小姐这么漂亮的，比别人多一个选择。其实我们老板自从见了你一面之后，就对你念念不忘。如果唐小姐答应做我们老板的女朋友的话，这200万就不用还了，而且还会给你100万的手术费。原来这是你们做的局，我真傻呀，居然信了你们的鬼话，想让我拿钱出卖自己，做梦！可心，哎呦，出人命了！你冷静点，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呢。该死的人不是你，是他们。我说了，我能帮你还清200万，你相信我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有没有资格还你200万？是，个、十、百、千，全有1亿多啊！1亿多！你个小妖啊！这么有钱呢？没想到李默现在居然这么有钱，真是年轻有为。当初怎么就没注意呢？喂，老板，有人要帮唐小姐还高利贷，你的计划
被搅黄了。废物，把人给我留住，我现在就过来。我还不信呢，这煮熟的鸭子它还能飞了。是。小子，你摊上事儿了，老板想见你。我惹上事儿了？你们用高利贷逼良为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惹上事儿了。李默。李默，又是你坏老子好事。偷偷录像啊！林野，你说你都有女朋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动手段去逼别人跟你交往？你这吃相是不是有点太难看了？李默，你懂什么呀？优秀的男人从来都是三妻四妾的。我天，玩的可真花！大清早就亡了，大姐还三妻四妾呢？你是不是裹脚不缠上你的小脑啊？你就是林野的一条狗，你就是他的一个玩物。那又如何？就算是林野的玩物，也比跟着你这个窝囊废强。那你还真是恬不知耻，自甘下贱。哎呀，可心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何必遭这个罪呢？只要你跟了我，金钱地位你都有，你妈住院的费用我立马给你打过去，而且你的高利贷一笔勾销，就看你答不答应。做梦！敬酒不吃罚酒。这人怎么这样？这是要干嘛？什么玩意儿？太过分了吧！小美人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，你还不上钱就用肉偿，很合理嘛。我先来收点利息。李默，救我！没人管管吧？哎呦，好家伙，英雄救美啊！你没事吧？妈的，张三，给我弄死他呀！哎呦！哇，你好帅啊！李默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快来扶我呀，臭婊子！林少，妈的，我堂堂林氏继承人，居然会被一个窝囊废吓着！敢惹我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！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林少想赌什么呀？你不是喜欢捡漏吗？咱们就赌谁开的料值钱，算谁赢。如果你赢了，他的高利贷一笔勾销，我还倒给你1000万，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那要是你输了呢？要是我输了，我倒赔你1000万，还要给你跪下舔鞋。你死定了！我的眼睛能探查万物，就跟开卷考试一样，上书都难。今天这个教训，我要你记一辈子。蠢货！林少不仅会鉴宝，还是个赌石专家呢。他家可是有矿山，开出带绿的料子，可以绕地球1圈呢。你居然敢跟他赌石？你那么着急狗叫什么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你几斤几两，什么实力，我最清楚了。你分得清翡翠和和田玉吗？要不说有的人他不见棺材不落泪呢。老张，就这块了。哎，林少，好眼力呀！这料子是咱们店里品相最好的老坑料子，不过就是成本价有点高啊，500万。区500万，1个月生活费而已，解释去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小子，你怎么还不挑啊？是故意拖延时间，还是不会呀？哎呀，不过看在你女朋友把我伺候的这么舒服的份上，你可以跪下来求我指导指导你啊！找死啊！李默，他在故意激怒你，你别上当。出绿了，出绿了，玻璃种价值1000万。林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一下就赚了500万，这算什么？正常操作而已。小子，我开出玻璃种了，看你一会儿怎么死。你小心高兴得太早，最后输得很惨哦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自嗨呢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挑出什么好料子。
你疯了吧？那就是块边角料啊！你拿边角料跟我比，脑子傻了呀？谁说边角料里开不出翡翠的？不管李默做什么决定，我都要相信他。你真是蠢得让我发笑。他是买不起好料子，只能挑这些便宜的料子吧？哎呀，我看你就认输吧。根据赌约，你欠我1000万，还得给我舔鞋。1000万，他可是个穷鬼啊！赔不起的话，可怎么办呢？小子，你可别想着能一死百了。这1000万你不赔，你家人赔，你家人不赔，卖血卖肝卖肾也得给我赔。我还没输呢。李默，林少可是开出了店里的食王，价值1000万的玻璃种，你拿这个废石想捡漏啊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老板，这块石头多少钱？小子，你就拿这种卖不出去的边角料跟林少比啊，这出率概率很低的。你要真想赢，你还是在这些好料子里边换一个。不用，就这块，多少钱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你给5000吧。好了，解释吧。李默，你该不会以为狗屎地里能开出高绿吧？不是我说，你可真是个极品啊！拿个边角料敢跟我赌石，你哪来的自信呢？林少，你敢不敢追加赌注？李默看起来从容不迫，难道他对结果这么有把握吗？这个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李默吗？追加赌注？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你还往死路上撞。你真是嫌死的不够快啊，非要我亲手送你下地狱啊！要是我赢了，我要你名下所有的财产，还有你在 A 城的所有店铺，你敢吗？那要是你输了，我要你当场自挖双眼，断手断脚，一辈子做我的看门狗。还有他，心甘情愿做我的玩物，任我摆布。不行，这是咱俩之间的赌，跟他没关系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相信你。以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如此相信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看你怎么赢我的玻璃种。口说无凭，签合同吗？好啊，备合同。想赢我，就凭你，我期待你一会儿的采样。晚上洗干净等我。开出来了。一惊一乍的做什么？开出来就给大家伙看看，这块石头里是什么垃圾？是极其罕见的帝王绿。什么？价值1个亿！天哪，竟然是帝王绿！李默，你太厉害了！怎么可能？边角料里怎么能开出帝王绿？完了，真是帝王绿！李默，你这个窝囊废，居然能开出帝王绿！5000变1亿，翻手就赚了2200倍。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现在到我笑了。林少，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可全都是我的喽。那可价值10个亿。想要本少爷的钱，你做梦去吧！哎，大家看看啊，堂堂珠宝名流的林氏继承人，居然是一个言而无信、不守承诺的人。你拿5000赌我10个亿，凭什么啊？不就是一个赌约吗？我就不遵守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这不耍无赖吗？我们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能让林家身败名裂，在 A 城无立足之地。就凭你们啊！14亿人，够不够？干得好！无耻之人就得好好治他。你们他妈阴我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？啊？
早在赌约开始之前就拍了，你别想赖掉。林少，你说你要是赖掉这场赌约，那全国可都知道你们林氏集团是什么德行了。到时候看谁还敢跟你们林氏合作。完了完了！区区10个亿，我林家不在乎，但是想拿走我的钱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林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放心，死不了人，就要他一条腿，给我废了他！给我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苏宁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李默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们谁敢打断他的腿？什么？这个废物是你男朋友？哎呦，宝宝，你要是再来晚一点，你男朋友的腿就要被人打瘸了。你就算变成瘸子，我也喜欢你。苏宁雪，你跟这个废物有一腿啊！你知不知道林家跟苏家现在正在谈联姻啊？你马上就是我未婚妻啊！我就算终身不嫁，也不会和你这个风流成性、喜欢人妻的人联姻。宁雪，我跟他就是玩玩，你要是不喜欢他，我现在就让他滚。林少，你不是说你最喜欢人家了吗？你也配呀！船上说的话你也信？宁雪，我跟他是走肾，跟你那才是真心。你少恶心了！只准你找情人，不准我交男朋友吗？苏宁雪，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家里什么情况？你爸妈早死了，你们苏家完全就靠着你爷爷一个人撑着。你要是不跟我林家联姻，你那些家产早晚被你那些叔叔伯伯们瓜分的连渣都不剩。我家的处境不必你操心，懂鉴宝、有能力可以娶我的人，从来都不止你一个。李默，我爷爷看了你和林野的赌石直播，他对你很满意。不是假扮男友演戏吗？怎么感觉越演越真了？苏宁雪，你什么意思？苏老爷子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废物啊？李默是我们聚宝斋的特邀鉴宝师，拥有媲美楚寒玉的顶级鉴宝能力，而且他还在简陋区开出了帝王绿，赢了你10几亿的财产。你说到底谁才是废物啊？李默，我爷爷特别欣赏你，说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有如此成就，能力非凡，将来肯定大有所为。而且我爷爷他可想见你了。是吗？哎呀，就冲老爷子的这份欣赏，你之前跟我提的那个入赘，我同意了。你放心，宝宝，我以后肯定照顾好你，你照顾好苏氏。太好了，3天后就是我爷爷的寿辰，正好可以宣布我俩订婚的消息，而且可以双喜临门。够了，李默，你一次又一次坏我好事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啊？李默有我们苏家罩着，你动一个试试。林野，快给我放开李默！楚寒玉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养的小白脸儿马上就要去苏宁雪家当赘婿去了。什么？韩玉姐，你怎么也来赌石街了？我看到你跟林野赌石的直播了，不放心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已经有人在帮你了。哎呀，李默这个人呐，他先是靠着给你当小白脸进了这个鉴宝圈，然后立马就勾引苏家的苏宁雪，想要给他当赘婿。你们可别被他迷惑了。你在教我做事？能被包养，说明李默有本事有魅力。以后我养你一辈子的那种。不是苏宁雪，你被他下降头了，你怎么这么死心塌地啊？李默这么优秀，我倒是想包养他，可惜啊，他只把我当姐姐。李默，你就让我包养你吧，哪怕只有几天，那也行啊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是疯了吧？两女共侍一夫，能和李默在一起，又有何不可？林少，与其在这里生气，不如回家好好想想，赌石输给李默10个亿，该怎么和家里交代。是哦，好，很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
这事没完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你俩还整个什么两女共侍一夫？演？难道他们不是男女朋友？李默还是单身？那我还有机会。李默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怎么能说我演戏呢？是啊，李默，我们喜欢你，很奇怪吗？韩玉姐，你也跟着他闹啊？你可是高冷女神啊，你怎么可能喜欢我？我可是……李默，你这个傻子，我要是不喜欢你，怎么可能看到你跟林野的直播就跑来找你，怕你被人欺负啊？韩玉姐，我……好了，我逗你呢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李默，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想让你为难，能以姐姐的身份留在你身边，我也满足了。林少，等等我嘛！滚开啊，司马清！林少，我错了，只要你不赶我走，怎么着都行。我现在火气很大，人家最会泄火了。李默，你跟苏小姐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别闹了。果然有内情，那我还有机会。可惜，高利贷的事也解决了，现在谈谈你的事吧。我的事？我刚给你转了200万，你先拿去给伯母看病，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。毕竟高中的时候你对我很照顾，现在你有困难了，我肯定不能坐视不管。谢谢你，李默，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就被林野算计惨了。你还帮我免了200万的欠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感谢就感谢，你干嘛动手动脚的？咱们都是老同学了，说什么报答？不行，必须要报答。李默，你要老婆不要，我以身相许，给你做老婆吧。我以身相许，给你做老婆吧。可心，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李默是我男朋友，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你这属于挖墙脚，你懂不懂啊？苏小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跟李默刚刚在演戏，就是为了做给林野看。我才不要像楚寒玉一样，明明喜欢就默默放弃，我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都要争取试试。李默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在你大学时期，你又帅又有责任心，有很多女生其实都喜欢你，你今天要救了我一命，我以身相许，有问题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这件事的选择权在李默。可心，我今天帮你，本来就没想着你能回报我什么，婚姻不是买卖，你不要因为我帮了你，你就想着嫁给我来报答，我不想乘人之危，要不你来帮我打理生意吧。对，抢男人不如抢事业，就别跟我抢李默。我刚从林野那儿赢下了股份还有店铺，正好缺个人打理嘛。我给你年薪1000万，怎么样？可是我怕我做不好，虽然我家以前也是干珠宝生意的，但是我接触的都是些皮毛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有我在呢。李默，医院要我缴费，我得赶紧先去医院了。阿姨的身体重要，你先去忙，工作的事儿不着急。李默，能待在你身边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终于都走光了，现在可以聊聊我们3天后订婚的事了吧？李默，你为了唐可心拼上全部和林野赌石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跟他都7、8年没见了，怎么可能喜欢他呀？我就是看他太可怜，不忍心看他被欺负。那你为什么在他面前不承认你是我男朋友？你肯定对他有意思。我没有。
李默，你要是不娶我的话，苏家就要逼我嫁给林野了。什么？真的，苏强为了争家产，想方设法逼我联姻远嫁。可是我不喜欢林野，我喜欢的是你啊，李默，你娶我好不好啊？李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爷爷很欣赏你，只要你去苏家提亲，我爷爷肯定能同意的。难道你忍心看我嫁给林野这个混蛋吗？李默，好，你答应了，不准反悔。不反悔，我就怕委屈了你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不管的。你可真是个小妖精。林少，我们要放过林默吗？放过？怎么可能？放过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是不死不休，只要到时候我能跟苏家联姻，就能吞并苏家，垄断珠宝界的实体市场，到最后还不是我林家说了算。可是苏宁雪不是说要跟林默结婚吗？柳渊，你是李默的初恋还是他的青梅竹马？你们的感情不可能说断就断，所以我要你去勾引他，让他娶不了苏宁雪。林少，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，你居然让我去勾引别人。你跟他在一起6年，该干的早就干了，装什么贞洁烈女？放心，事成之后我给你3000万，而且还会继续宠爱你。那我要预付1半。没问题。我以前嫌弃李默穷才跟你在一起，现在他身价10几亿，人不知道比你强了多少。要是能跟他诚心在一起，谁还会跟你这个3秒呢？你在电话里说林野要对苏宁雪不利，是怎么回事？大米监控价值299元。果然有鬼，果然有鬼。李默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，好不好？起开！柳岩，之前嫌我穷没本事，给我戴绿帽子，各种羞辱我。现在我发达了，你又想跟我复合，你当我傻呀？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合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错了，以后我对你一心一意的，我发誓。用不着。李默，你别走，我不提复合，那让我好好补偿你一次吧。既然你觉得对不起我，想好好补偿我，那不如这样，你把我辍学后供你读书这6年花的所有费用全都还给我。什么？你都有10几亿身家了，还跟我要钱吗？你打住啊！这跟我有多少身家没有一点关系，我只是想拿回原本就该属于我的钱。你要干嘛？钱我可以还给你，但在这之前，先让我好好补偿你一次。是林野让你来勾引我的吧？怎么会呢？我是真的想好好补偿你的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林野他就是个秒男，根本满足不了我。柳岩，我还真挺同情你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不介意的。况且这房间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们2个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是吗？再说了，林野抢了你的女人，你就不想也绿了他，报复报复他？
我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李默，看在我们好一场的份上，你就满足满足我嘛。你给我挡住我！我不喜欢跟别人分享同一个女人，你自己要实在欲求不满，你出去点2个男模行不行？李默，我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柳岩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是在我面前脱光了，我都不会再对你有半点感觉。李默，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以为林野只是怕我勾引你这么简单吗？李默，我们别管这一切了，你也别许苏宁雪了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柳岩，我凭什么要抛下一切跟一个背叛我的女人走？一个是豪门贵女的富家千金，一个是自甘下贱给富二代当玩物的狗。该怎么选我自己很清楚的。既然你不带我走，那就怪不得我狠心了。我的眼睛！你个贱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林少给了我3000万，让你娶不了苏宁雪。你唯一争得过他的，不就只有这一双一眼定乾坤的眼睛吗？现在我把它给毁了，苏家应该不会让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瞎子吧？柳岩，你个贱人！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你叫救护车的。李默娶不了苏宁雪了，剩下的1500万什么时候到账？李先生，很抱歉，你的眼睛损伤太过严重，基本可以判定失明了。医生，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，求求你一定治好他的眼睛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李先生的眼睛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可是顶级鉴宝师，没有眼睛还怎么立足啊？医生，把我的眼睛换给他行不行？我愿意的。哎，小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还是早点劝他接受现实，好好适应以后的生活吧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……这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明明觉醒了能探查万物的眼睛，现在居然瞎了！老天难道是跟我开了个玩笑？李默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的眼睛……医生说眼睛伤得太重，没有复明的希望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怕李默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治你的眼睛。就算再也看不见了，我做你的眼睛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哎呀，苏大小姐不离不弃，真是令人感动啊！林野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看他变回废物的样子，还是变成了更加可恨的瞎子。你特地跑过来，就为了说这些废话？你都瞎了，还傲气什么呀？你不是靠这双眼睛鉴别万物吗？不仅抢走了苏宁雪，还得到了老苏总的赏识。我倒要看看现在苏家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女婿。我就算嫁给失明的李默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你觉得你的婚事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？苏家想要的是配得上你苏宁雪，并且能扶持苏家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连走路都需要人扶的瞎子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我们这样的家世才匹配。你的未婚夫只能是我。我若嫁不了李默，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。那可由不得你了。宁雪，别胡闹。苏强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我叫来的。我的未婚妻现在还跟其他男人卿卿我我，
不太合适吧？哎呀，林少，让您见笑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带回去严加看管。您放心，我最后肯定让她心甘情愿地嫁给你。啊！你放开我，苏强！你和林野是不是早就沆瀣一气了？是又怎么了？林少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，他更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你嫁给他，苏家和林家强强联合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才不会嫁给林野这个混蛋！除了李默，我谁都不嫁。你再胡闹，我让这瞎子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居然拿李默威胁我！是又怎么样？你只要明天在老爷子的寿辰上乖乖的和林少订婚，否则的话，这瞎子他不会好过。你卑鄙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大小姐给带回去。小雪，林少，1个月后的苏氏股东大会上，还望您老多多费心啊。你放心，只要宁雪跟我订了婚，苏家得到了林家的股权，下一届苏家家主肯定是你。谢谢林少了。我这时候能探查万物的眼睛瞎了，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？不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不能就这样看着宁雪嫁给这个混蛋。一定还有办法，我不能就这样看着宁雪嫁给这个混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认主成功，探查之眼已激活，真皮高定沙发。戒指，对，他或许能帮我复明。李默，你要干什么？没用。哎，我说你该不是受不了变回废物疯了吧？你不是喜欢在鉴宝圈出风头，不是喜欢跟我作对吗？你现在变成一个任人欺辱的瞎子，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给我打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英雄救美吗？我现在就睡了唐可心，你给我好好听着我是怎么疼爱她的。李默，救我啊，李默！林野，你放开他！李默，叫啊，废物！你叫的越大声，我越兴奋。林野，有什么冲我来？你放开他！李默，你没事吧？妈的废物，连个瞎子都看不住啊！我去你妈的！李默，过来，老子还没玩够呢，咱们继续。你他妈上啊！怎么回事？我好像感受到一股力量进入身体，我的眼睛好像也能看到一点光了。畜生！你没事吧，可心？李默，带我走！李默，林少，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那方面伤的确实太严重了，恐怕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了。苏家要是知道我没有了生育能力，肯定不会把苏宁雪嫁给我，那我就吞并不了苏家了。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我希望你拿了钱管好你的嘴，否则……好，我懂。滚！李默，你不是说找到治眼睛的方法了吗？怎么来玉石店了？这好像还是林野家的玉石店。我得先验证一下。
我能看见了，我的眼睛好了。果然，我可以靠吸收玉石获得能量，不仅治好了眼睛，我还能感受到体内充满了力量。哇，来了一趟玉石殿，你的眼睛治好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我的帝王绿摆件怎么全变成了渣？这后面是放原石的库房。店里只有你们两个，肯定是你们搞的鬼！都别动！我的眼睛升级了，林野，咱们之间的账该好好算一算。欢迎诸位今天能来参加老夫的寿宴，大家不必客气啊，都吃好喝好。爷爷，我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哈哈哈哈！好好好。爸，您这次寿宴，林大少爷来给你贺寿了。您是宁雪爷爷，就是我林野的爷爷，晚辈林野在此祝爷爷长命百岁。哦，那你跟宁雪？没错，我就是宁雪的男朋友。我们俩其实早就在一起了，现在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公布我们订婚的好消息。订婚？宁雪，之前我不记得你那个男朋友叫李默吗？怎么突然又和林野订婚了？爷爷，当时是我跟宁雪闹了点小矛盾，宁雪是故意为了气我才这么说的。没错，那李默就是穷小子一个，就算懂点鉴宝知识，那也根本配不上宁雪呀。还是林少这样的珠宝世家的身份，才跟宁雪门当户对呀。哎呀，宁雪跟林野订婚，您就放心吧。哼，家世配不配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孙女儿要幸福。哎呀，林少他一表人才，又仪表堂堂，宁雪跟林少订婚，那一定幸福呀。宁雪，我想亲耳听你说，你想跟林野订婚吗？我才是宁雪的订婚对象。李默，你眼睛不是瞎了吗？你能看见了？李默，你眼睛不是瞎了吗？你能看见了？李默，太好了，你来了！我的眼睛好了，你不用受林野的胁迫了。爷爷，这个就是李默，他是媲美楚寒玉的顶级鉴宝师，而且他赌石也很厉害。他从废料区开采出了顶级帝王绿，赢了某人10几个亿，比某些公子哥强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前途不可限量。爸，这宁雪啊，什么都好，就这眼神啊，有点不太好。这拿着李默跟林少比，这简直就是土鸡跟凤凰。来给我爸过寿就空着手来啊？哎，林少，我记得你是不是给我爸准备了一份大礼啊？来人，把礼物送上来。爷爷，这是我送您的寿礼，黄金寿桃，祝您长寿吉祥，福寿双全。哎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，这几千万的黄金，我林家还是送得起的，不像有些人空手来。谁说我是空着手来的？我也给爷爷准备了一份寿礼。来，那快拿上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送的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破砚台，你也好意思当寿礼？破砚台？这可比你那个什么黄金寿桃值钱多了。你这破砚台比我黄金寿桃值钱？连我金桃的一个零头都不值吧？你好意思拿出来？这是唐伯虎桃花庵自用老坑端砚。我没听错，唐伯虎这么贵重呢？
唐伯虎，哎，你吹牛不打草稿啊！这砚台是老坑水岩端石，台侧有唐伯虎亲手刻的桃花庵铭，落款六如居士，砚史就有记载。这得价值1个亿吧？唐伯虎桃花庵砚台，我以前只在古书里面见过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能亲眼见着啊！金石有价，文脉无价。爷爷，我知道你喜欢字画笔墨，所以特意挑了这个砚台给您祝寿。哦，你才是真懂古玩，真懂我。但是这东西太贵重，我不能收，不能收。爷爷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就是你的孙女婿。砚台虽然贵，但是哪有他的孝心贵重啊？啊，那既然这样，那老夫就收下了。不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哎呀，唐伯虎砚台那么稀有，市面上几乎不可能流通，这肯定是假的呀！他是不是假的？我们找顶级鉴宝师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？顶级鉴宝师？楚寒玉他没来。看来我来的刚刚好。楚寒玉，楚大师可是鉴宝圈第一人，从没出过错。他的能力啊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没有人比他更权威的了。既然都如此认可我，那就看看这个砚台吧。这块唐伯虎桃花庵老坑端砚是真的，而且是李默重金从我恩师处收来的，如假包换。唐伯虎自用的砚台，如此珍贵的藏品，你恩师居然愿意卖给别人？自然是我的恩师欣赏李默，所以才愿意舍爱。自然还有我求情的原因，只要能帮到你，哪怕是讨好你女友的家人，我都愿意。好，那这砚台老夫就收下了。以后李默就是我的孙女婿，以后苏家要有谁敢反对的话，就即刻逐出家门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会护好宁雪，好好照顾她。谢谢您成全。宁雪，恭喜你啊！能有李默这样的未婚夫，真让人羡慕。谢谢韩玉姐，说起我跟李默结缘，还得多亏了你呢。哎，我看你也挺懂鉴宝的，不如我请你吃个饭，我们交流交流经验。你们吃饭带我一个吧。我也想长长经验。只有苏小姐那样家世样貌样样出挑的千金小姐，才配得上李默吧。我只要能留在李默身边陪伴他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李默，订婚快乐！那苏小姐以后就是我的老板娘了。李默，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我早就是苏宁雪的未婚夫了。今天你抢我女人，我要跟你生死赌！林岩，你疯了！生死赌是要人命的。李默，你敢吗？赢了的人成为苏宁雪的未婚夫，输了的人自己切腹自尽，从此永远消失。胡闹！赌石本就凶险，怎么还能搭上性命呢？生死赌，林少又想赌什么？就赌石。上次赢的是你运气好，这次咱们赌10块，价值高的人赢。李默，你敢吗？我就知道你不敢。要玩就玩大的，除生死之外，我还要赌上你林家家产，你敢吗？林家家产？你林家不是号称千亿世家吗？怎么连我这个废物的赌位都不敢接啊？要不然你还是直接认输吧。儿子，爸，既然他想赌，那你就跟他赌。林天霸，林家家主，听说他睚眦必报，得罪他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林家要不是有林天霸坐镇，估计家产早就被林野败光了。你就是前几天赢了我儿子10亿的那个人。没错，
我就是你儿子口中的那个废物。林家不可能赌上全部家产跟你搜哈，赌注改为100亿，如何？我赢了，我要你林家名下3座翡翠矿山。我要是输了，我的10级资产外加我这条命，都归你一事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林家卖矿最近到了一批品色不错的原石，都在这儿了，开始吧。现在到你表现的机会，你要是再输了，你知道后果。是，李默，这些原石都是由我林家提供，理应由我来先挑选，我挑完了，你再挑。行啊，那我就从你挑剩下的里面选10块给你赌。李默，你这样和他打赌，你很容易输的。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好啊，既然你想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你赶紧挑啊！这生死赌啊，太紧张了，真是厉害呀！这好像不错啊。这10块原石都是我精挑细选，肯定能出帝王绿。你不是喜欢捡漏吗？这些都是我挑剩下的边角料，去挑吧。你说能开出来吗？不知道。你说谁会赢啊？他这样能挑出来吗？这能行吗？我这够呛。这怎么跟在菜市场买白菜似的呀？他这一看就是个门外汉呀！这样挑石头，他不是输定了吗？就是。我挑完了。李默，你确定要不用手电筒？而且几分钟就挑完了，你要不要再看看品相啊？没必要。就你挑的这些矿石，品相是真不怎么样，我估计连出绿都不行。你输定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咱们现在就解释，谁开出的翡翠总价高，谁赢。好，那咱们就当场解释。林野10块原石，5块出绿，其中2块帝王绿，3块冰诺种，价值1个亿。李默10块原石居然全部出绿，其中8块帝王绿，1块价值10个亿的紫罗兰，还有1块价值20亿的3色福禄寿帝王绿。总价值50亿，10块，全部都是高品质翡翠，这怎么可能啊！林野，你输了，你们林家名下那3座翡翠矿都归我了。废物，居然又输了，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年的栽培。爸，你再给我点钱。我肯定能赢他，我只要赢了他，我就能娶苏宁雪，我就能吞并苏家，我肯定能证明我自己的。娶宁雪？你拿什么娶啊？
你都成太监了。李默，我他妈杀了你！儿子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你怎么会这么强？你要是早点意识到这个，说不定你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。儿子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真的那方面废了。完了，我林天霸风光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到头来却断子绝孙了。林总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也是您的儿子呀！幸好还有你呀！妈妈是我的初恋，现在林野他废了，你就是我的宝贝儿子。3天后就举行宴会，宣布你的身份。爸，哥废了，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希望，我会重振林家的荣耀。好，不错，有我林天霸的志气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跟我一起管理林氏。爸，你有私生子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哼，你这个废物，让你知道了又如何？只会玩女人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和林家3座脉矿，还断了和苏家的联姻，还把自己搞废了。我林天霸没有你这样的废物儿子。我不管，林家只能有我一个继承人，谁都无法替代我。去死吧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林家只能是我的。儿子，儿子，给我抓住他！啊，他死了，你的儿子就只有我了，记得继续救我！给我带走！救我！儿子，儿子！哎，林总，哎，林总，林总，哎，林总，你没事吧？快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对不起啊，爷爷，要不是我答应和林爷赌石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这跟你无关，人心藏鬼，恩怨生恨，不是你退一步就能够万事太平。可是爷爷，原本好好的生日宴，乱成了一团。人生如梦，本就是充满了荒唐事儿。柳烟，你之前失明时，我派人查到是柳烟毁了你的眼睛，于是我就找人教训教训他，让他也付出点代价。你这算是帮我报仇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，你什么时候去简楼？我也想去。